大家好，我是 Klaus， 感谢大家一路上对我们频道的支持。频道到现在有20个视频了。我们频道的核心是逻辑和教育，围绕着这一点，我们做的节目都是不会过时的，至少短时间内不会过时。今天这一期节目，我们会对之前所有节目中网友困惑最多的几个问题做一个更详细和全面的解释。没有看过以前的视频也没有关系，保证今天依然会让大家有所收获。跟我们看到最后哦，谢谢。首先讲一下我们的核心视频之一，第13期分析中共执政合法性的节目。中国传统的执政合法性是继承制，王朝内部是嫡长子继承制，朝代更替的时候也是讲究继承制。一种是和平方式，由前朝皇帝宣布退位诏书，另一种就是通过武力的方式拿到前朝权力象征的玉玺。西方的合法性是通过公投的方式，如果执政者是得到公民选票的，那就是拥有了执政的合法性。不管是从中国的传统还是西方的方式来看，中共都是没有合法性的。有网友提出退位诏书和玉玺这些都是封建的东西，有点像中国说中英联合声明是历史文件，来影射我还活在历史，没有跟你党与时俱进。首先我没有说这不是封建的东西，我也没有说这些方式就是好的，但这是中国的传统，这是事实，这是我们老祖宗做的事情。你们骂的不只是我，你们骂的也是你们自己的老祖宗。有人说退位诏书有什么好的，都是被逼的。我没有说退位诏书这种方式好，我也没有说不是被逼的。没有人会主动的、开心的把皇位让给别人，这是常识。我认为正常人都是有常识的，所以我就没有提这些。退位诏书就是走个形式，把权力移交出去，但是避免了战争。历史上有很多朝代是这样继承的。关于玉玺，有很多人反驳说传国玉玺早就丢了，中华民国的玉玺也是自己做的。在玉玺这个方面，很多粉丝的逻辑也被一些五毛带偏了，甚至有很多粉丝朋友在跟五毛争论的时候替我承认了这方面有误。我在这里再仔细解读一下。历史上有很多朝代都有自己的玉玺，问题不在玉玺的本身，而是玉玺作为权力的象征。比如我用泥巴捏了一个玉玺，如果你想彻底毁掉我的执政权威，光是抢了我的地盘和财产是不够的，必须要把我用泥巴捏的那个玉玺抢过来才行。因为有那个东西在，就代表我的权力象征还在。所以历史上很多末代皇帝抱着玉玺自杀，后唐末代皇帝李从珂抱着玉玺自焚，南宋灭亡时皇帝和玉玺一起投海，明成祖朱棣政变当上皇帝之后没有找到玉玺，有人说建文帝自焚时跟玉玺一起烧了。史书记载，玉玺一天不找到，朱棣就一天睡得不踏实，死也不让别人拿到玉玺，目的就是给后来者制造困难。即使你杀了我，没有得到玉玺，那你的皇位做得也不安稳。古代一个政权投降的时候，其他的东西都不重要，献出玉玺才算。曾国藩的湘军灭掉了太平天国，攻入天津城，获得了巨额财富，只把太平天国的玉玺上缴了清廷，清廷就满意了，也是这个原因。中华民国从大清退位和平继承执政合法性，虽然中共占领了中华民国大部分的领土，但是中华民国的玉玺没有拿到，那中共的执政者的位子就是坐得不安稳。我不需要知道中华民国的玉玺是不是传国玉玺，是玉做的，还是泥捏的，还是用纸糊的。按照中国的传统，只要它还在，中共就是没有完成政权更替。在中共国加入联合国之前，中共国也就是名副其实的非法政府。1971年，中共国取代了中华民国在联合国的席位，但并没有改变中华民国还存在的事实。你可以说中华民国半壁江山也好，苟延残喘也罢，但是只要中华民国还在的一天，中共的执政当局就睡不好。就像古代新皇帝已经登基，但是前朝的玉玺还流落在民间一样，是一个最敏感的神经。虽然有人批评我说这些东西都是封建社会的，来影射我思想落后，为什么中共一定要统一台湾？正是这种封建思想是中共一定要统一台湾的最主要原因。这种传统的大一统思想，斩草一定要除根的理念，根植在中国人的内心深处，不统一台湾，彻底抹除前朝的印记，那么当今政权的合法性就会受到挑战。
第二个中国一定要统一台湾的原因，就是台湾在军事上的巨大战略价值。台湾位于封锁中国军事扩张的第一岛链的中心位置，在第一岛链中最关键的就是台湾。掌握台湾能有效遏制东海与南海咽喉的战略通道，易于第二岛链内海域形成有利通航，同时是通往远洋的便捷之路。中国一直把突破第一岛链作为军事的发展目标。中国这几年有到外海的公海巡航，但这都只能算绕过第一岛链，而不是突破第一岛链。只有统一台湾才算真正意义上的打破第一岛链的封锁。第三个原因就是台湾政治制度和经济发展的优越性。中共一直以中国人不适合民主为借口搞一党专政，另一方面又说台湾也属于中国，那台湾的存在就会让中国人自然地产生对一党专政制度的怀疑。为什么同为中国人的台湾就可以实施民主？不仅可以投票选总统，还可以投票罢免政府大员。所以每年台湾大选都是中国的网络敏感词。在经济方面，台湾人均 GDP 是大陆的 3.5 倍，各方面的社会福利也好过大陆。台湾在政治、经济等方面的优势，会打击中国人对共产党制度优越性的信心。试想一下，如果台湾跟北韩一样，政权黑暗，人民食不果腹，那统一就没有了动力。中国人民自然会觉得，干嘛要去抢那个破地方？这就是为什么中共一定要统一台湾的最主要的3个原因。另外，关于中共执政合法性的分析，还有一些乱七八糟的问题，比如那些带有讽刺意味的反驳，英国有没有退位诏书，美国有没有传国玉玺，这些无脑的问题我就不回答了。好了，下一个问题，我们在第7期视频里面讲解了统一和分裂的逻辑。我们没有宣扬统一，也没有宣扬独立，我们是想让大家改变思维，在统一和分裂的问题上，要以人民的幸福作为最终目标，而不是一味的不惜一切代价的追求统一或者独立。历史上的战争都是统治者打着统一的口号，牺牲的却是人民的代价。有些人反问我支不支持英格兰独立，美国的州独立。英联邦最一开始就是几个小国家以和平的方式统一到一起的。美国最一开始13个州宣布独立，后来其他州加入。他们认为统一更好，所以统一。如果他们现在认为分开更好，那这些都是他们人民自己的选择。我从来不会选边站，我只是提出了统一和独立是自己人民的选择，我又不是他们的公民。你问这个问题让我怎么回答？另外，我也从来没有表达过我在台湾问题上的任何立场，我只讲逻辑。如果把这个逻辑运用到台湾，根据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那台湾要统一还是独立，这个问题是台湾人民来决定的，不是由非台湾公民的大陆人民来决定，也不是我这一个外人可以插手讨论的。同样的，5毛小粉红也没有这个资格。好了，下一个问题，我们的第5期视频解释了爱国的本质是爱人民，因为人民是最能代表一个国家的。在应不应该爱国的问题上，我们提出了国家是一个政治概念，我们爱人民就够了，不需要爱国家。关于这第2点，有些粉丝朋友不同意不应该爱国的理念，甚至给我贴上了无政府主义者的标签。首先，如果你认可爱国的本质是爱人民，那么这第2点是不应该有问题的。爱本国的人民，再往前一步就是爱世界人民，这也是普世价值的体现。爱一个国家和爱世界人民，这本身就产生了冲突。另外，我说不应该爱国，这是一个逻辑推理，逻辑就是理论，并不意味着我就是无视现实，更不意味着我主张推翻所有的政府。我们的逻辑是，国家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国家是一个工具，你要让国家来爱你。如果宣扬人民要爱国家，那就是本末倒置，让人民成为了国家的工具，这是我要表达的。好了，下一个问题，第4期节目，我们从多方面社会学科总结出人之初性本恶，最后从这一点在人性上推翻了共产主义。很多粉丝朋友还是认为人之初性本善，就像这位网友举例说，如果一个人掉到井里，正常人都会去救他出来。很多人还是没有分清自然人和社会人的概念。网友这里说的正常人，是已经受到过社会上的道德约束和教育的改变。我们讲的是人之初，重点在初字上。关于人掉到井里这个，有一个更好的例子。美国著名小说家 Ira Shir 有一个非常知名的短篇小说 The Man in the Well， 是美国高中生教科书的必读课文。
故事改编于作者的亲身经历，讲述一群孩子在一个偏远废弃的农庄里玩的时候，发现了一个掉进井里的男人。男人多次向他们求救，并要求他们告知家长，但在之后几天的来回拉锯，男人最终被孩子遗弃在井里。故事的链接我放在评论区，有兴趣的可以读一下。另外还有网友认为人性不善不恶，人性本私，这个说法也是有道理的，但自私也是恶。比如杀人犯的杀人动机正常情况下都是出于私心。好了，这几个都是让网友产生疑问最多的几个问题，特别是粉丝朋友们，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找到相关视频看一下。我们频道的风格偏向于客观逻辑，所以难免语言比较正式。我们的节目不是聊天式的，所以有时候常识性的东西不会做过多的补充，这样也就造成了很多粉丝朋友也容易被其他人把逻辑搞乱。大家坚持自己的信念就好了。好了，节目进入最后环节，网友互动。上一期视频中我们分析了抬杠背后的逻辑，一切事物的存在都是有条件的，无视观点和理论依据的条件，所有的一切都可以被反驳。网友 Terence Tong 和 Ichua Hayota 说，有些人就是利用辩证唯物主义，利用那些有利于自己的小概率例外来强行进行反驳。就像网友 Vampire Joe 给的例子，中英联合声明对中共不利的时候，就说是以没有实际意义的历史文件。现在英国给港人庇护，中共又说英国违反中英联合声明。网友陈 K 和网友良知说，跟君子还是可以辩论的，辩论能让彼此成长，只是不能跟小人争辩。好了，本次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所有参与讨论的朋友们，我是 Klaus， 我们下次再见。